抱歉，3胞胎全部没能保住，已经按流程处理了。谁叫你怀的是那个人的孩子呢？我叫苏婉晴，今年28岁。5年前，我本该从航空大学毕业，成为一名空乘。可一场意外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怀了孕，瞒着所有人退学，在一家私立诊所生下了3胞胎。可闺蜜蒋妍告诉我，3个孩子都没保住。我连他们的脸都没能看上一眼。因为没有毕业证，我被所有航空公司拒之门外。现在成了一名外卖骑手。加油，苏婉晴！有人晕倒了，快来人啊！别多管闲事，这年头谁还敢救人？闪开！闪开！闪开！航空应急救援手册里写过，这是心脏骤停，需要心肺复苏。阿姨，您感觉怎么样？我帮您叫救护车吧。不用了，我家里人会来接我的。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婉晴。糟了！阿姨，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不舒服的，你随时打给我。好。这姑娘人美心善，刚好适合云锦。老夫人，老夫人，属下来迟，请老夫人恕罪。3分钟内，我要那个女孩的全部资料。好孩子，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再帮阿姨这一个忙。明天上午在星河饭店门口不见不散。这闺女绝不能错过，云锦那个死木头，害得我这一把年纪还得操心她。机长付小峰为您服务。我们绝不让每一个同事掉队。很好，你们今天的飞行模拟都非常棒。小雪这孩子一出生就得了自闭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好。云锦啊，妈跟你说，我今天遇见了一个女孩子，她和你简直是天作之合，我都替你约好了，今天你们就可以见一面。妈，你这又从哪个相亲网给我找的？你难道忘了之前那些拜金女全部都是冲着富家来的？你信吗？这个女孩跟别人不同。总之你不去，你妈我现在就吊死在你办公室门口。快到了，再坚持一下。爹地，我们是要多个妈咪了吗？是的，你奶奶的话咱们不能不听。爹地，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穿自己的衣服？因为……哎呀，当然是因为爹地想装穷，吓跑相亲对象嘛！爹地，骗人是不对的。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记住，一会儿不许露馅儿，否则零花钱通通扣光。别闹了。奶奶。小朋友，不哭了哦，眼睛哭红了就不漂亮了。你是？我是苏婉晴，您是那位阿姨的儿子，叫傅傅云慧。妈咪，你好漂亮啊！我的孩子们要是活下来，是不是也都长这么大？你们怎么见谁都喊妈咪？没礼貌，还不快回来！我不，我有直觉，这就是我们妈咪。妈咪，我们喜欢你。傅小峰，带着你妹坐好。小雪，
愿你也没事的，我也喜欢小孩子。傅先生，你真是好福气。他们的妈咪呢？嫌我穷，丢下孩子跑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起你的伤心事。苏小姐，实话说吧，我母亲就是年纪大了爱操心，我就是一个没房、没车、没工作、单身带仨娃的人，肯定会拖累你的。没关系的，傅先生，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儿，过去了就会好的。没关系，难道他不嫌弃？不过，傅先生，我其实不是来相亲，实在是阿姨她……不好意思，我去接个电话。Daddy，你这么骗人是不对的。小雨，你也觉得爹地是这样吗？哥哥说的对，妈咪又漂亮又善良，Daddy要是不珍惜，哼，我就再也不要理 Daddy 了。他到底哪儿好？难道你们忘了上次那个拜金女给你们吃过期面包的事儿了？苏小姐，你奶奶头部血管有淤血，必须尽快手术，手术费至少需要10万块。10万？苏小姐，没关系，拒绝我不用不好意思，毕竟……傅先生，如果我们要是结婚，你能借我一笔钱吗？不过你放心，等我赚够了，一定立刻还给你。果然，又是一个拜金的虚荣女人。还钱就不必了，说吧，你想要多少？这个数吧。10个亿，苏小姐，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不是的，我不是狮子大开口，我是说10万就够了。啊？我爹地说他答应了。妈咪，这里面有20万，密码6个6，都给你。你一个小孩子哪来的这么多的钱？当然是 Daddy 给我的零花。这是我们全家的所有积蓄。其实我是做生意失败了，现在还有200多万的外债没还。嫁给一个负债200万还带3娃的人，我就不信你不跑。这婚我结了，不过多余的钱我不要，而且借给我的那些，我肯定会还你们的。耶！好耶！我们也是有妈咪的人啦！这样奶奶的医药费就有救了。不行，苏小姐，我觉得我们还是太冲动了，要不咱们……傅先生，你放心，既然我已经嫁给你，我就一定会好好对待孩子们，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可能是现在困难了些，但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剩下的你先拿去还债，等我发了工资，除掉生活费，其他全部先给你。苏小姐，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都结婚了，还能让你们风餐露宿吗？当然是跟我回家啊！哦耶！这么小，也能住人吗？爹地，这比我们的玩具屋还小。这是我租的房子，你和孩子就先住我这儿吧。虽然不是很大，但总比睡桥洞好啊。哟，苏婉晴，这是你男人啊？对，表姐，我们已经领证了。
恭喜啊，长得这么帅！哎，他做什么的？他无业游民。无业游民，那不就是拾荒的？阿姨好。没工作就算了，还带着3个拖油瓶。我说苏婉晴，跟这种人结婚，你脑子有毛病吧？不是你怎么说话呢？不用理他，我们走。站住！当初我把侧卧租给的是你，现在他们爷仨要入住，那是另外的价钱。表姐，这些都给你，等我们找到住处，一定会尽快搬出去。傅先生，我表姐的话你别放在心上，等我攒够钱，咱们就换个大点的地方。好，那晚安。晚安。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爹地，你睡地板会不会睡不着呀？爹地在家里的日子跟豌豆公主差不多，他呀现在肯定睡不着。再这样下去，苏婉晴还没怎么，我非得先猝死不可。不行，我得想个法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现在房价那么贵，我们可买不起啊。没事，我刚好有个亲戚在这儿工作。哎呦，这不是婉晴吗？哟，这不是我那个昨天领人回群光房的表妹吗？怎么带着你的穷光蛋老公来这儿过眼瘾啊？婉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想当初咱村里人都夸你考上了航空大学，说你以后有多厉害，飞上蓝天变那个啥子？变凤凰，我看是变草鸡了吧？哎呦，混得连我都不如。说够了没有？怎么还不让人说了？一个穷光蛋带着3个拖油瓶，也就我表妹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表姐，他们不是拖油瓶，他们是很好的孩子。哟，还真护上了。婉晴啊，要不给你介绍个有钱的？你还年轻，不知道有钱男人的好。不用了，咱们走。怎么不继续说了？连个房子都租不起，住我那破次王还得讨价还价。我说苏婉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表姐，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只要是他，讨饭我也愿意。亲爱的，给这群土鳖展示一下你的超能力。卖楼的过来，带我们去看看云顶一品上千万那套顶楼。瞅你这窝囊样，8辈子挣的钱也买不起这儿一个马桶。上千万的房子是吧？我买了。你买？哈哈哈，做你的白日梦吧。刷卡，现在就买。好的，先生。傅云峥，你疯了？咱们哪有钱啊？没事，这是信用卡，咱们可以零首付贷款，多还几年就好了。零首付贷款，这批下来利息得多高？别开玩笑了，而且多还几十年我们也还不起啊！咱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放心，我有分寸。呸！穷人就是爱装，你买得起吗？
光一个洗手间都要几百万，连我都得咬咬牙，就凭你一个穷鬼？这里狗叫声太大，要不换个地方坐？苏婉晴，你从哪儿找的没教养的野男人？表姐，还是看看自己吧，我男人还不用你们去评价。哼，你俩就装吧，我们等着看你丢人现脸。恭喜傅先生拿下精装顶楼大平层。他这就买了？这怎么可能？是啊，你们是不是弄错了？高端小区的售楼部也是什么人都能放进来侮辱业主的。很抱歉，是我们管理不周。二位若继续对我们业主出言不逊，恐怕只能请二位离开了。你敲一下，用力点儿。你真买了？这得花多少钱啊？你不会是被骗了吧？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呢？没有，这个是零首付，而且是贷款，咱们这辈子还不完。不是还有3个孩子吗？等他们长大了继续还就行。还真是亲爹啊！傅先生，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撑面子才买的，但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我们还是仔细看看这个合同，别把你给骗了。这个是内部渠道，经理是我老家亲戚，放心好了。那好吧，但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债。我可以白天送外卖，晚上去夜市摆摊儿。好了，不说这些，咱们先回家吧。孩子们还等着呢。哇，好漂亮呀！孩子们搬进新家开心吗？开心！今天的大功臣是你们的爹地，所以我们才能搬进这么大、这么豪华的家。我肚子好饿，那个，要不我们还是先填饱肚子再收拾吧。好，宝贝们，我去做饭啦。今天我得多做点好菜，庆祝一下我们搬进新家。爹地，原来你是这么欺骗妈咪的，妈咪根本不是一个爱钱的女人。你们3个乖，爹地会找到一个恰到时机和他坦白，但在那个时间到来之前，我们约定好不要说漏嘴，不然爹地就只好打光棍了。谢谢你们。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谢谢妈咪，妈咪，你对我们真好。为什么我们的这么丰盛，而你就吃这些？我减肥。多吃点。妈妈吃这个。别减了，你不需要。对啊，妈咪，你这样已经很好了，你应该多补充些营养才对。妈咪要上班很辛苦的。谢谢你们。我父母去世的早，奶奶生病住院后，我一直一个人讨生活。原来家人的感觉是这样啊。爹地，妈咪真的很可怜。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继续找工作。妈咪不是外卖员吗？外卖员只是个兼职。我还是想学实有用用，找一份正经工作。我听说你以前是航空大学的，那你怎么没进航空公司？我当年因为一场意外中断了学业，没能顺利毕业，也没有毕业证，所以城里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不愿意录用我。这样啊。现在只剩一家公司我还没去过，我打算明天去天景航空看看。
你要去天井？那不是爹地的功夫。看我干什么？听说他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就来找工作了。这样的人也配和我们一起面试？我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大学毕业的。就是。难道这次也不例外吗？可惜了，这么优秀的人没有毕业证。是啊，那些专业急救知识，就算资深的航空人员也未必一字不差记得。没办法，咱们航空公司规定筛掉吧。副机长。他也是今天来面试的人。对，他没有大学毕业证，除此之外，各项条件都是候选人中最优秀的。既然如此，苏婉晴、王美琪，你们2位被都录取了。他连大学都没毕业，凭什么被选上？你连急救都不过关，还在这叫嚣什么？人家大学没毕业，但专业能力是在的。你们都可以走了，明天来报到。谢谢。苏婉晴，你怕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吧？就是，面试官还说你急救流程标准，真是笑死人了。难道是你单独穿着制服给他表演过？我只是按照规范做的。小心！负责。对，人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报警！我现在就报警！傅云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还穿着机长制服。表姐，你今天回国吗？对，今天在天井面试遇到了一个叫苏婉晴的人，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居然也通过了天井面试，成了正式员工。我是这里的日拍模特，今天拍航空主题宣传照，这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你是模特啊？难怪。以你的长相、身材没见过，但确实可以靠脸吃饭。别看日拍模特外表光鲜，实际上赚不了几个钱，吃了上顿没下顿。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几个孩子都那么瘦。没关系的，有我在，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我的钱全给你们存着。什么？我现在就过来。怎么了？我奶奶在医院，我得赶紧过去。小林，来一趟。这是怎么回事？叫我小傅就行。啊，我一个司机朋友给我们老板傅总鞠躬，鞠惯了，职业病，正好他没事儿，我让他送咱一趟。会不会太麻烦了？奶奶重要，先上车吧。这车太可以了，等咱有钱了也整一辆开开。好。奶奶，你感觉舒服些了吗？婉晴，奶奶要出院，病我就不治了。奶奶，你的手术费我已经筹到了，你就安心治病吧。那可是10万啊！你是怎么弄来的？
原来他要的那10万彩礼是用来救奶奶的。奶奶，忘了跟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傅云景，钱的事儿他帮了不少忙。奶奶您好。好啊，真俊啊！婉晴，你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公，奶奶就是死也安心了。奶奶，别动不动就死啊死的，一点都不吉利。大夫说您手术成功几率很高，一定能长命百岁呢。傻丫头，我家婉明从小就懂事，有什么事都喜欢一个人扛，你可千万要疼她、爱她、呵护她啊！奶奶，您放心，我和苏苏会相互扶持，患难与共。原来她不是所谓的拜金女，我是不是该对她袒露身份？苏苏，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是亿万富翁。你亿万富翁，别开玩笑了。你放心，我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就算你一穷二白，只要不骗我，对我好，我就知足了。欺骗？完了，我也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最讨厌有钱人了，不是仗势欺人，就是玩弄人心。其实有钱人也不全是那样的。哎，别胡思乱想了，咱俩还是脚踏实地，一起发家致富奔小康吧。好，一起努力。唉，看来还是不能直接把真相告诉他，得找个合适的机会。云姐，什么时候带我的儿媳妇回家？今天就可以，不过什么？妈，你得帮我一个忙。小姐，经过调查，苏婉晴确实进了天锦集团工作，并且还跟傅先生领了证。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拿回傅太太的位置。苏婉晴，一个绊脚石罢了。当年那3个孩子的事，难道她都知道了？看来我得亲自去会会我这个好闺蜜了。奶奶，我们回来啦！奶奶，哎呦，真乖。奶奶，您怎么穿成这样？别提了，还不是你爸！要不是怕我这媳妇儿飞了，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阿姨好。还叫阿姨呢，是不是该改口了？妈，还买什么礼物啊？快进来坐。这是您雇主的家吧？我们就这么进去？放心，雇主常年在国外，房子一直是我妈照看的，他们跟一家人似的，不用这么拘谨。走吧。好漂亮的家，你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呀？以后让云景给你弄一个，不，弄10个。妈，别给云景太大压力，她现在和我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哎呦，好孩子，这张卡算妈给你的见面礼。妈，您赚钱也不容易，我哪能要您的钱呢？没事儿，你拿着吧，反正里头也没多少钱。就是，也就几个亿，不是什么大钱。那谢谢妈。等我挑个黄道吉日，再给你们举行婚礼。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欢迎你。云景，我来看看孩子。是谁来了？哎，蒋元，是你？婉晴，好久不见。妈咪，别去！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们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也是好朋友，不过很多年没有联系了。婉晴，我也不瞒着你了，其实我就是这3个孩子的亲妈，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他们。蒋元竟然就是傅云景的前妻，她当年不辞而别，也是去生孩子了。云景，我知道我没资格要求什么，可孩子毕竟是我亲生的，血脉亲情，割不断啊。他说的也有道理，他想孩子了，来看看也正常。婉晴，谢谢你这么通情达理，我们好久没见了，待会儿一起喝杯咖啡叙叙旧。好吧，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在家里陪妈吧。还不快去追！这么多年不见人影，
突然又回来，肯定有预谋，别让婉晴吃亏了。知道了，妈。蒋元，你和傅云锦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不辞而别，是因为怀了云锦的孩子，我怕影响你，也怕被人说闲话，只好退学去国外养胎。原来是这样，他果然还不知道那3个孩子的事，那就好办了。婉晴，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找云锦复合，如果没有你的出现，我们一家5口早就团圆了，所以，我希望你能离开他。蒋元，我不是第三者，我和云锦是堂堂正正领的证，我不觉得我欠你什么。你说的对，可当年要不是傅老夫人棒打鸳鸯，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婉晴，就算你和云锦名正言顺，可你始终只是3个孩子的后妈。什么亲妈后妈？她就是我们的妈咪。对，我们只认这一个妈咪。云锦，你帮我劝劝孩子好不好？孩子想认谁就认谁，你少费心思。妈咪，你别相信这个坏女人，她在胡说。什么意思啊？5年前蒋元生下3个孩子没多久，就把他们卖给了我妈，换了一大笔钱就走了，根本不是他口中的什么棒打鸳鸯。你又拿孩子离家出走要挟傅家，真是屡教不改。你们停了抚养费，我不闹谁管我？当初看在孩子份上让你进门，你却乱花钱，怠慢孩子，还拿孩子要挟。我成全你和云锦的婚事，给了你荣华富贵，你不珍惜，拿钱离婚，孩子归傅家，离婚就离婚。这3个拖油瓶我早就不想要了。3000万，拿了钱，办完离婚手续，永远不准再踏进傅家半步。放心，我巴不得摆脱这群累赘。蒋元，你当初拿钱走人，答应过永不纠缠，现在回来，安的什么心你自己清楚。我当年也是有苦衷的。你不是我们的妈咪，我们不认你。蒋元，这3个孩子都是5岁，5年前你也跟我一样生了一对3胞胎。3胞胎怎么了？天底下就你能生3胞胎，别人难道都不能？这么巧，苏苏也生过3个孩子。蒋元，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问问。当年你未婚先孕求我帮忙，我在国外还专门给你安排医生接生。现在你倒好，反过来怀疑我。云锦，蒋元，自从孩子生下来，你没怎么好好对待过他们，你又有什么资格和他们相认？又凭什么介入我们一家？我不想再见到你。我们也是。美琪，帮我做件事。表姐，你说。苏婉晴，傅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你想都别想。宝贝们，这就是天井办公室，妈咪平时工作的地方。哇，爹地从来不让我们来这里。你们爹地是日结模特，自己工作都难保，带你们进来确实不方便。妈咪，你就是人太好了，小心被欺负。谁敢欺负妈咪？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谁欺负你们？看妈咪一拳打飞他！
哦，我说怎么隔了老远就闻到一股子穷酸味儿，原来是你来了。自己来就算了，居然还带了3个拖油瓶。苏婉晴，你可真不嫌丢人。不准你说我妈咪！王美琪，今天是直升机体验日，公司规定允许新乘务员带家属参观，你不会连这都忘了吧？不会吧，不会吧，阿姨连公司规定都记不住。你阿姨真不称职，跟你们妈一个德行，没教养的小东西，还敢在我面前撒野！王美琪，你吼什么？说我可以，但你要是敢再对我孩子出言不逊，我绝对不会放过你。苏婉晴，你给我等着！宝贝们别怕，有妈咪在，没事的。妈咪真厉害，一下就把坏女人给赶跑了。以后我也要做像妈咪这样的人。苏婉婷，你不是很期待这个体验日吗？这一次，我要让你永生难忘。妈咪，你很喜欢这架直升机吗？妈咪喜欢我们就买。对，我们还有压岁钱，我们一起给妈咪买。傻孩子，你们的钱哪够啊？妈咪不是喜欢直升机，是喜欢在空中飞行的感觉。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已经有好些年没飞过了。傅云景，你怎么来了？我们是来飞行的。啊？傅云景，你什么时候会开飞机了？怎么不像？不是不像，是太像了。你穿这身，简直什么？简直太能装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公司为了宣传，特地让我做飞行训练。你也太厉害了吧！婉晴，要不要跟我一起飞？行。就这么放心把自己交给我？你是我老公，我不信你，还能信谁？这人是谁啊？竟然能够让副机长亲自带飞？是我们的妈咪。那我就不上去当电灯泡了。表姐，都准备好了，你放心，这次我肯定能狠狠教训苏婉晴，帮你出口恶气。报告机长，安全带已检查完毕，所有人均已就位，应急设备在位，状态正常。机长收到，准备起飞。傅云景，没想到你开飞机居然这么像样，一点都不像兼职模特。傅云景，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个愿望，能和最重要的人在空中飞一次。最重要的人，现在愿望实现了。原来我在他心中这么重要。苏苏，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忽然这么严肃？其实我……天井7789突发机械故障，失去部分控制，请求紧急迫降，立即清场。收到，天机机长，你高度过低，迫降风险极大。我有数，执行清场。紧急通知，直升机突发故障，全员疏散，立刻清空停机场。妈咪，我爱妈咪。
苏婉晴，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你好好受着吧。机长，左引擎告警，液压压力骤降，机身姿态失控。收到，尝试重启引擎，无效就迫降。你受伤了？我没事，专心操纵。飞控系统失灵，仪表显示异常，恐怕我们要坠毁了。我信你，不管多难，我们一起扛。傅云晴，如果真的逃不过，你一定要活着。这现在，孩子们不能没有你。他竟然甘愿牺牲自己护我周全。别说这种话，我们都不会死。等等，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竟然会突然之间全部失灵？仪表板和连接失灵，可能有零件被人破坏了。有人故意要害我吗？是王美琪。行，我上飞机之前看见她刚从飞机上下来。是他。燃油仅剩10%，撑不到返航，必须在前方开阔地强行中降。地面调度，申请迫降支援，坐标北纬。信号断了。天井7789，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信号彻底中断，无法锁定坐标，无法提供引导，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只能靠自己了。我帮你，我懂航空应急流程。好，我控姿态，你报高度风速，配合我迫降。高度800英尺，侧风15级，能见度良好，前方是开阔草坪。准备出地，抓好扶手。别怕，我在。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成功了，迫降成功了，他们2个人都没有事儿。这2人还真是命大，运气这么好。阿姨，我妈咪刚刚差点出事，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她？对啊，阿姨，你怎么站在这里笑？真是麻烦，我要是不去，反倒显得我心里有鬼。他们顶多受点皮外伤，又没出大事，肯定查不到我头上。我这就过去看看。太好了，我们没事。你的额角还在流血，我送你去医院包扎。这一丁点大的伤口，居然要去医院？我看啊，有些人就是想逃避工作。你要干什么？你竟敢动手打我！你这个贱人！你心里清楚为什么打你？飞机突然出故障，而你是最后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人。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是不是胡说？查一查就知道。立刻报警，交由警察处理。是。你们不能报警！你们凭什么？现在知道怕了，怕就别做这种事。你们要是敢动我，我表姐是不会放过你们2个的。哦，是吗？你表姐是谁？蒋媛，听说过吗？蒋媛，又是那个坏女人，怕
怕了吧？我表姐前夫可是……够了！你有什么想说的，留到警察局跟警察说吧。你们不能抓我！我表姐一定会替我讨回公道的。王美琪不知道你就是她的姐夫，你怎么不让她说换剩下的话？我怕他胡言乱语，又说些不好听的话，脏了你的耳朵。王美琪跟蒋元能扯上关系，未免也太过凑巧了。今天这事儿，难不成跟蒋元有关？副总，警方那边查到了，出事前王美琪和蒋元有过多次通话记录，但目前王美琪还没松口。继续查，还有，让人盯紧蒋元。明白。云锦，蒋元，见一面吧。好，什么时候？今晚，皇庭酒店。蒋元，你最好和这件事没关系，否则……我就知道云锦心里还是有我的。哼，苏婉晴不过是个替代品。磨磨蹭蹭的，红酒呢？赶紧醒好，我先生马上就到。怠慢了他，你们担待得起吗？云景，你……坐。谢谢。我有事问你，蒋元。什么事？今天我和婉晴试飞，直升机被人动了手脚，差点击毁人防。警方查到，出事前王美琪给你打过好几通电话。云景，你怀疑我？我和美琪是表姐妹，打电话不是很正常吗？那你知不知道王美琪在飞机上动了手脚？婉晴，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你竟然不相信我！你上次也说我们是闺蜜，可你转头就让王美琪在公司刁难我，那是她自己的主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婉晴，你忘了上学时谁一直护着你？你现在为了一个男人，连我都不信了。我可以暂时不追究，如果不是你干的，警察自然会还你一个公道。那就好，菜我都点好了，大家一起吃饭吧。蒋元，我现在没心情和你一起吃饭。你怎么能这么讲话？我老婆说了，不想看见你，走吧。好，我走。苏苏，你明知道他心怀不轨，为什么还放他走？警方那边还在调查，等证据出来，要是蒋元真有错，我一定不会姑息。行，难得来一次皇庭，咱们一定要吃够本再回去。好，吃饭。我不会喝酒，你多喝点，别浪费。好。哎呦，沉死我了！妈咪，小雨，我把你吵醒了。爹地喝醉了。唉，是啊，小雨，你先回去睡觉。小孩子不睡觉，小心以后长不高。小雨才不要当海冬瓜。好烫，是不是发烧了？不行，得降降温。你等等，我去弄条湿毛巾给你敷敷。你什么时候醒的？哎呀！你不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是假结婚吗？
再说，你现在喝成这样，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苏苏，是我爱的人。从我们在飞机上同生共死之后，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等等，我们还在客厅呢，影响不好。是胎记。吵死了！苏苏，怎么了？都怪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起床，要迟到了。苏苏，苏苏，傅云珍，你那么用力干什么？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去上班？那要不我帮你请个假？那我全钱不就没了吗？那我跟你一起去，大不了一起丢脸。迟到了还秀恩爱，干嘛呢？看什么？都好好上班。苏苏，你好好工作。好，你也加油。我晚上来接你。苏晴，你以为靠上傅云锦就能稳稳过上好日子？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新来的，这些破箱子一并搬去仓库最里面，还有客舱那堆清洁工具也都归你。他连毕业证都没有，估计靠跟领导勾搭关系进来的。咱们天井现在真是啥人都收。可不是嘛，看他那样子，干活笨手笨脚的，估计干不了2天就得走人。走后门进来的，能有什么真本事？分内工作我会做完，但请你们不要随意乱造谣。哼，那就麻烦你快点儿。应急撤离路线标注明显错漏，这可是重大安全隐患，要是沿用了，出了事可不得了。副机长，您找人。苏婉泉呢？他被张姐调去库房了，说是整理旧档案。副机长怎么突然关心起一个新员工了？我吩咐你的事都办妥了？办妥了，蒋小姐。我故意把最重最累的活都甩给苏婉晴，还当着大伙的面点拨了她几句，保证让她在天井抬不起头。做得不错，这是你的辛苦费。蒋小姐放心，有我在，她别想在天井安稳待下去。不仅仅是刁难，我要她自己待不下去，主动辞职走人。明白明白。对了，通行证的事儿多谢你帮忙，以后我进出方便，也好随时关照她。蒋岩，你果然还在背后搞小动作。张姐胆子不小。副机长，您怎么来库房了？这里灰大，仔细脏了您的制服。里面的活儿你让他一个人干。新员工嘛，该多锻炼锻炼。傅云锦，你又穿这个来？你标注了安全漏洞。你看得懂？在航空行业待久了，耳濡目染，多少懂一些。对，这份撤离路线写错了，我改好了。要是后续查档会误事儿，我正要向上头通报呢。不多说，我先走了。我才不在一会儿就敢欺负他，很好，那就老账新账一起算吧。
婉晴，辛苦了，这些粗活累活都没人干，也就你肯干了。你怎么在这儿，蒋媛？怎么？我说你也真是，没本事就算了，连点粗活都磨磨蹭蹭，真把天井当慈善堂啦？就是靠关系进来的，果然啥也不是。我要是你，早卷铺盖走了，丢人现眼。这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工作，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不然万一被辞退了，3个孩子该怎么办？不准欺负我妈咪！你这个坏女人，凭什么说我妈咪？我妈咪比你厉害100倍！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小孩子别乱说话。妈咪，小雪，你说话了。小雪会说话啦！苏婉晴，你整理档案时及时发现重大安全漏洞，规避了空难风险，做事细心负责，非常专业，公司当众表扬。不就是个破漏洞，谁看都能找出来，也不至于当众表扬吧？哼！即日起，后勤杂活一律不准再安排给苏婉晴，正式为她调岗，转入客舱乘务组，上岗直飞，参与航班服务工作。总监，他刚入职，资历不够，怎么能直接登机飞行？这不合适。能力就是资历，还有你恶意刁难、欺负同事、散播谣言，即日起停职调查。有证据去说我刁难、欺负他们。这总监，我错了。蒋小姐，教唆员工违纪、恶意构陷我此职员，从今天起，天津航空不欢迎你，禁止踏入一步。凭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机长亲自下达的指令。这个机长虽然素未谋面，但是为人还挺正义的。婉晴，好好准备，明天开始上飞行岗。谢谢总监，我一定做好。走，妈咪带你们去吃好吃的，想吃什么随便点。好耶，妈咪最棒！副总，您这眼神儿都快把人看出个窟窿了。林特助，你是工作饱和？不敢不敢，只是跟了您这么多年，头一回见您这么在意一个人。可他最恨别人骗他。我装穷、装模特、装负债，桩桩件件，全是他的雷区。那就选一个合适的时机，主动坦白。与其让他从别人嘴里知道，不如您亲自说，态度诚恳，再加上3个小少爷小姐帮您说话，苏小姐心软，未必不肯原谅。你觉得能行？以苏小姐的性格，她气的是欺骗本身，不是您的身份。只要您让她感受到真诚，这关能过。帮我留意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场合？明白。苏苏，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怎么啦？就是我……宝贝，怎么了？肚子不舒服？好，妈咪带你去。又错过了。爹爹，你是不是要跟妈咪坦白了？爹爹，现在说不行啦，你都没准备礼物，妈咪说不定会生气的。爹爹，你还是改天吧，找个好看的餐厅，买上一大束玫瑰花，妈咪就原谅你了。我看电视里的叔叔就是这样道歉的。不愧是我儿子，点子多。老公，你刚才要跟我讲什么？没什么。是吗？感觉你很不对劲哦。妈咪，我们刚才在说家长会的事情，明天下午你要来吗？对，妈咪。妈咪明天很忙，抽不出时间来。这可是孩子们的第一次家长会。爹地，女人最重要的就是事业，有你陪我们去就好了。妈咪去挣钱。对，搞事业的女人最美丽。妈咪，你就专心工作去吧。妈咪对不住你们，下次一定会去的。
你们呀，爹地可是推了重要的工作，专门空出时间陪你们，真不让妈咪去啊？妈咪要赚钱养家呀，我们不闹，爹地别难过了。就是，我们不怪妈咪，爹地快去讲故事吧。这几个小不点，比我还会疼他。你说工作重要，还是孩子的成长重要？我之前老为了工作缺席孩子的成长，孩子都跟我不亲了，可不是嘛？工作再忙也不能把孩子放一边。也是，孩子们那么懂事，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一定很期待我去吧。工作再重要，也不能缺席他们第一次家长会。主管，我今天要请假。临时请假要扣双倍绩效工资的。您扣吧，我真有事。妈咪，苏婉晴，来了就来了，躲什么？你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你想来看他们，我也不会拦着你的。算你识相，不过说到底你就是个外人，再怎么讨好孩子也替代不了我的地位。光有血缘没用，我天天陪着孩子，真心照顾疼爱他们，这份陪伴比血脉珍贵的多。话说的倒是漂亮，你好好想想，你有能力给孩子们优质的生活吗？我这周末带他们去市中心最高端的游乐园，住5星酒店，吃米其林大餐。你呢？靠你自己能给他们这些吗？我也正好想带孩子们去水族馆玩，是吗？看看孩子们最后是找人挤人的破水族馆，还是高端游乐园。爹地，是妈咪，肯定是你跟妈咪说了难听的话，把妈咪气走了。蒋媛，我可以容忍你贪我孩子，但我绝不允许你一次次的刁难婉静。我来看我自己的孩子怎么了？他要是他要走，关我什么事儿？别担心，爹地知道该怎么做。这周末我们给妈咪准备一个惊喜，跟她道歉，好不好？宝贝们，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呀？想去哪里玩吗？我们要去奶奶家玩。对呀，爹地说带我们去奶奶家。回老宅陪妈。好，那你们玩的开心点。带着孩子跟蒋媛出去玩，不跟我交代一声，好像我才是那个外人。怎么了？心情不好？我没有安全感。傅云锦娶我后，还跟蒋妍牵扯不清，孩子们好像也更需要亲妈。感情这事儿强求不得，你要是觉得不行，趁早做个了断吧。可是我为什么会舍不得？哟，深夜还有2位大美女，别走啊，陪哥哥们再喝2杯。我们不喝，让开！滚！你就是婉晴老公傅云轸？我是。你可算来了，婉晴喝多了，我真不知道怎么送她回去，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怎么喝这么多？不要你管。妈咪，你怎么了？不开心吗？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吗？开心呀。那就好。你们想见自己的妈妈，我能理解，只是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不要瞒着我吗？我心里会很难过。妈咪，我们没有骗你，我们去奶奶家是给你准备惊喜呀。亲妈是自己跑来的，我们根本没理她。惊喜？惊喜？
本来想周末带你和孩子们去玩，怕你不答应，先瞒着。你们什么时候准备的？早就偷偷准备了，就是爹地说要给你一个大惊喜。这么贵，傅云锦你也太能花钱了，赶紧退了省钱。惊喜不能退。妈咪，我们只要你。奶奶恢复的真好，多亏了婉晴和孙女婿，还有3个小宝贝儿。要是我那3个曾孙还在，也该这么大了，说不定也长这么好看。帮我查一件事，苏婉晴在航空大学毕业前后发生过什么事，尤其是关于她那几个孩子的一切。好的，副总，我立刻去查，尽快给您结果。婉晴，当年她肚子里的那3个孩子会不会跟我有关系？副总，我查好了，我发现7年前您醉酒时跟苏婉晴小姐同住了一家酒店，并过了一夜。真的是他。另外，我还查到苏婉晴小姐当年的医院档案，档案显示她当年足月生产3胞胎，产后诊断为产后抑郁，出院记录均标注3胞胎出生后半小时夭折。还有一份补充记录，苏婉晴小姐大学期间没有任何恋爱记录，从未谈过男朋友。她未婚先孕挪产，承受丧子之痛7年，全是因为我。这3个夭折的孩子，就是当年我们的。副总，孩子已经去世了，也没法确定这些。不管真相如何，这些年她确实受委屈了。我作为她的丈夫，要好好弥补她。苏苏，我回来了。苏苏，快看，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这手链看着就不便宜，多少钱？不贵，就几千块，普通牌子，带着玩的。几千块？我们现在条件不好，别乱花钱，省着点用。好，听你的，以后不买了。爹地妈咪在秀恩爱，我们等会儿再来。小风、小雨、小雪，你们是有什么事吗？妈咪，过几天就是我们的生日了，你要陪我们过生日吗？当然了。看来自从有了妈咪以后，我这个爹地就要失宠了。小风、小雨、小雪，今天是你们生日，妈妈带了蛋糕和礼物，带你们去高档餐厅过生日，好不好？我们不要跟你过生日，我们要跟妈咪一起过生日，妈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苏婉晴，是你教唆孩子不跟我过生日的吧？明明我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为什么要这么排挤我？小风、小雨、小雪，妈咪只是想陪你们过个生日而已。这个女人是后妈呀，怎么能阻止孩子跟亲妈见面？哼，坏女人，你别装哭了，我们一点都不喜欢你。对，我们要跟妈咪一起过生日。不是妈咪不让我们去，是我们自己不想去的。搞了半天，原来是装可怜啊！这女的真会演。苏婉晴，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东西都抢回来。别急啊，马上就好。我有事要忙，晚点回来陪你们过生日。爹地晚点回来，我们先把蛋糕做好。慢点吃，别噎着。好吃。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难不成你们过敏了？别怕，妈咪带你们去医院。苏女士，已经查出过敏源了，你的几个小孩对芒果过敏。他们居然跟我一样，也对芒果过敏。忍一忍，擦完药就不痒了。妈咪一直陪着你们。怎么回事？越看越觉得这3个孩子就像我亲生的一样。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副总，苏小姐对这3孩子比他们亲妈还亲。孩子们来医院后，她就一直忙前忙后的，都没歇过。都怪我，今天加班没能早点回来，害得她那么辛苦。你怎么来了？我的孩子生病了，我怎么不能来？宝贝们怎么样了？妈咪进来看看你们。别进去，不要打扰孩子休息。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难道连看望他们的权利都没有吗？苏婉晴，你就是这样照顾孩子的？才多大功夫，你就把孩子整去医院了？孩子生病，我也很难受。你没资格指责他。从孩子们进医院到现在，婉晴寸步不离，忙前忙后。而你这个亲妈呢，现在才来。云景，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够好，可我怀胎10月辛辛苦苦生下他们，难道我不心疼吗？我一路赶来连口水都没喝。蒋元，孩子是因为吃芒果过敏才住院的，过敏体质会遗传。我想问你，你和傅云轸有人对芒果过敏吗？我不清楚，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就随便问问。你慌张什么？如果你是来看孩子的，看一眼就走。既然你们都不欢迎我，我也没必要冷脸贴冷屁股。我先走了。苏婉晴也对芒果过敏，这几个孩子怎么偏偏遗传了她的体质？她该不会已经怀疑了吧？交代你个事儿，给我盯着苏婉晴的一举一动。孩子们恢复得很好，没什么大碍，观察一会儿就能回家了。蒋元当年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正好有了身孕，他也正好有了。这3个孩子体质还跟我那么像，怎么会有那么凑巧的事？会不会……别多想，孩子们没事就好。苏苏，你忙活那么久也累了，去公司那边请个假，回家休息吧。行，老公。希望不会被发现，一定要看起来和原来一模一样。我只想要一个结果，虽然我知道概率不大。万一他们真的是我的孩子。医生，我要做亲子鉴定，麻烦保密。样本我收下，3天后过来取报告就行。蒋姐，苏婉晴去亲子鉴定中心了，看那样子已经怀疑孩子不是您的了。她总算不傻，没蠢到底。不过还好我早留了后手。你现在立刻去鉴定中心，找负责人把苏婉晴的报告换了，改成无血缘关系。把苏婉晴那份鉴定结果换成无血缘关系。苏女士，您做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麻烦来医院拿一下。好。
怎么会这样？或许真的是我多想了。妈咪吃糖，甜甜的就不难过了。妈咪别不开心，我们都陪着你。妈咪笑，是不是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这么乖，是上天送给我的宝贝，我也是时候应该放下了，不能一直活在过去。海外环球城旅合作项目谈了3次都黄了，对方要求极严，还指定要女性负责人，没人敢接，真是棘手。这种硬骨头，谁接谁倒霉。我看没人能拿下来。总监，我想试试。苏婉晴，别开玩笑了，这个项目已经谈崩3次了，对方要求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国际礼仪，还要懂危机公关，老员工都扛不住，更别说你一个新人了。婉晴，这个项目的难度确实很高。我是空乘专业出身，熟练掌握英法日3门语言，礼仪规范和应急公关都是我的强项，请让我试一次。好，既然你这么有决心，我就向上级汇报，通过的话就让你接手试试。谢谢总监。副总，打扰您了。进来，有事直说。是海外环球商旅的合作项目，苏婉晴主动申请接手本次谈判，我特地来请示您的意见。你怎么看？说实话，这个项目难度极大，公司多位资深员工都没能拿下，但苏婉晴态度很坚定，专业也对口，我想或许可以给她一次机会。从专业能力来看，她没问题，就让她放手试试。好的，副总，我明白了。婉晴，我向上头禀告过了，说同意给你一次机会尝试。谢谢总监，我会努力的。喂，宝贝。妈咪，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们想你了。乖，妈咪晚点就回去啊。你们先让爹地讲睡前故事，早点睡，好不好？好，拜拜。要快点哦。我是谁？啊！痛！傅云峥，你吓我一跳。你这身手可以啊，下手真狠。我以为是坏人。胸口好痛，你给我揉揉。你不在家带孩子，来接我干什么？孩子早就睡了，他们担心你，让我特意来接你。谢谢老公。怎么下班了还在忙？方案卡在高端定制服务这块，对方要兼顾隐私、安全和极致体验。我想了好几个方向，都觉得不够细，差点意思。高端客户要的是看不见的周全，你把保密链路、专属应急通道、文化定制体验3块拆开，每一步做到极致，再做2套备选方案。你怎么这么专业？比我想了一下午还透彻。以前陪客户听过几堂课，耳濡目染，随便说说，碰巧而已。老公，你也太厉害了，我感觉我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好了，苏苏，快去睡觉，明天再弄。婉晴，外宾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着，快准备进场。好嘞，马上。贾小姐，你交代给我的事已经做好了，我把苏婉晴的项目 U 盘按你的要求给调包了。很好，报酬我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怎么会？ Miss Sue, we flew all the way here for a meeting. You can't even prepare the basic proposal. This cooperation is canceled. Please wait a moment. My USB drive was maliciously swapped. Swapped?
How could that happen? Don't worry, I always plan ahead and keep a backup. All the files are saved on a spare USB drive. You're thoughtful and well prepared. I'll give you another chance. Thank you. 我们听得懂中文，你也可以用中文讲。好，我们的海外环球商旅方案核心围绕极致隐私、专属安全、文化定制3大核心打造。第一，隐私层面，我们设独立加密通道，专属安检，全程无媒体跟拍，保障客户绝对私密。高端客户最在意行程保密，你们能做到全程零泄露吗？可以，我们配备专属保密团队，签署100万保密协议，所有人员持证上岗，全程监控，杜绝任何泄露风险。安全方面，海外突发情况频发，你们如何应对？我们联动全球应急机构，设24小时多语种应急中心，航班、酒店、医疗全程绿色通道，突发情况5分钟响应，30分钟处置，保障客户安全。文化定制这块，我们客户多是高端华人，有情怀需求，你们怎么设计？我们融合非遗文化、地域特色，定制专属文化体验，比如江南水乡私宴、国粹专场、传统礼仪体验，贴合华人情怀，也兼顾国际审美。你这个方案精准击中我们客户需求，非常好，正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核心思路正是傅云锦之前随口点标的，我随之扩展的思路。要是没有他，说不定我还做不出这么完美的方案。苏小姐，听说你还是个刚入职没多久的新人，但你的专业、沉稳、考虑周全，让我觉得你值得信赖。祝我们合作愉快。谢谢您。婉晴，你也太牛了，这么多人都搞定不了的大单子，你搞定了。谢谢大家。江小姐，计划失败了，U盘我确实调包了，可苏婉晴竟然早备了备用方案，最后还是把项目拿下来了。废物，这点事儿都办不好，苏婉晴倒是运气好。蒋元，果然是你。我们同学一场，以前还是闺蜜，你却不顾旧情害我。你抢了我的一切，凭什么安稳度日？蒋元指使你调包 U 盘，故意坏我项目，这事儿我会如实上报公司，按规章严肃处理。苏姐，我错了，我家里急需要用钱，才答应蒋元害你的。反正你都拿下项目了，这件事对你也没影响，就放过我吧。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没人能例外。你要是害我丢了饭碗，我不会放过你的。哇，好多好吃的！妈咪，这都是你做的？是啊，今天妈咪拿下大单子，特意做了你们爱吃的，咱们一起庆祝。妈咪好厉害，又能谈大项目，做饭还这么香。妈咪最棒！咱们小雪真乖，都会主动跟妈咪说话了。因为小雪喜欢妈咪，妈咪是最好的。爹地，你也要加油哦，以后要朝着妈咪看朝，不能比妈咪差。好，爹地听我们宝贝们的，以后啊，爹地就以妈咪为榜样，好好努力，做妈咪最坚实的后盾，陪着妈咪一起发光发热。辛苦我的大功臣了，先尝尝自己的手艺。这是我妈亲手画的真迹，市面早就买不到了。你亲自送到婉晴手里，让她拿去送给合作外宾。副总，您可真有心了，我这就送去，保证万无一失。
苏小姐，机长给您样东西，让您送给合作外宾。这是什么？这是知名画家夏朵的绝笔真迹。机长说，送给合作外宾，既能彰显诚意，也能帮您更好的维系合作关系。麻烦你了，替我谢谢机长。撞人了，没天理了！奶奶，您这是干什么？我车都没动啊！哎呦喂，撞人了！我的腿要断了！快来人啊！这个人开车不长眼睛，故意撞我老太婆！老奶奶，你这是在碰瓷！我车子还没完全停稳，距离你还有半米远，怎么可能撞到你？周围这么多人，都能作证。你胡说！今天你不赔钱，我就躺在这儿不走了，让大家都看看你这个没良心的！苏婉歇，我倒要看看，是你先被公司开除，滚出天界，还是我先？我不管，你必须赔钱，最少5000块，不然我就躺到你给钱为止。好了，钱我转过去了，你快点起来吧，别在这儿影响交通。真转了，我看看。你耍我呢！你这个骗子，根本就没转账！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位奶奶根本没受伤，就是故意碰瓷讹钱。我刚才说转账就是试探她，你们看她这样子，哪有半点走不了路的样子？反正交代我干的事儿也干了，讹不讹得到钱也无所谓。好好的话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先想想办法吧。老公，我闯大祸了。公司让我送给外宾的画，不知道怎么被人弄坏了，现在根本没法送人。听特助说是知名画家夏朵真迹，都绝版了，我怕是要完蛋了。别急，你现在开车去我妈那儿，我妈那里还有一份。什么？真的吗？可我听特助说这画儿都绝版了。你就信我的。好，我这就过去。喂，妈，苏苏要送客户的那幅画被毁了，您能不能辛苦一下，再赶一幅出来？要快，我等我一会儿就让他去您那儿拿。就这事儿，我这会儿正闲着，马上动笔。可不能让我儿媳妇在客户面前难堪。婉晴这孩子肯定急坏了，得快点画好。婉晴，怎么跑成这样？快进来！妈，云锦跟我说你这里有知名画家朵的真迹，是真的吗？对呀，你先进，我让老头子给你倒杯水喝。上好的龙井，婉晴，你快喝吧。爸，上次没见着你。当时我在国外，陪家主出差呢。我是富家豪宅的管家。哦，这样啊，那挺好的。婉晴来，这是爸给你带的小礼物，一点心意，别嫌弃。谢谢爸，您太客气了，没让您破费吧？也就几千块而已，你跟爸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婉晴，你先坐着，妈去给你拿画。
好，妈，麻烦您了。来，婉晴，快拿去吧。妈，谢谢您。可是我听说这幅画的作者早就不画了，市面上都绝版了，您怎么会有备份？这个啊，我早年和那位画家认识，当时特别喜欢这幅画，他就给我多画了一幅送我，一直收着，没想到今天能派上用场。原来是这样，妈，您人脉真广。那是，跟着傅家这么多年，多少也长了点见识。虽然我就是个保姆，但眼界还是有的。那妈，我有急事就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好嘞。哎呦，差点露馅儿，这么一直瞒着儿媳妇也不是个事儿啊！什么时候让云锦跟他说明白了？真是胡闹！你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先生，实在抱歉，让您久等了。这是我们公司为您准备的礼物。辛苦苏小姐跑一趟，这画太完美了，太感谢你们了。能让您满意是我们的荣幸。好好的一幅画，放在后座好好的，路上没有磕碰，怎么会凭空被划烂？还有那个突然碰瓷的老奶奶，是不是有些凑巧了？原来是他报复我，想毁了我的项目。苏婉晴这么久了还不回来，该不会是出事了吧？这合作千辛万苦才谈下来，可别出意外了。你希望我出什么意外？怎么样？你这样送的顺利吗？当然顺利了。你这是什么表情？看来你是盼着我出事。怎么不说话了？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消息？等我送的礼物被毁，合作谈崩，等我被公司辞退？你别血口喷人，我没有。天哪，太过分了吧！夏小姐，计划失败了，U盘我确实调包了，可苏婉晴居然早备了备用方案，最后还是把项目拿下来了。废物，这点事儿都办不好，苏婉晴倒是运气好。你受人指使换掉我的 U 盘，故意搅黄合作项目，还找人碰瓷，弄坏送给外宾的礼品，不光损害公司利益，差点连累公司名声。恶意内耗，勾结外人，破坏公司项目，损毁公司资产，败坏公司口碑，你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严重违反公司所有规章制度，我会立刻向上层总部如实报备。总部正式通知，你在职期间蓄意破坏公司项目，损害公司利益，影响公司对外形象，行为极其恶劣，即日起正式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总部嘉奖苏婉晴能力突出，处事沉稳，成功拿下国际重点项目，现正式升职加薪，升任海外商旅项目总负责人，享有项目绩效分红。凭什么？老公，今晚告诉你一件事，我订了餐厅，我们吃饭聊。好，那孩子放完学之后，我把他们接到爸妈那里先。苏婉晴，我看你还能笑多久？以为把我从天津赶出去了，你就能一路飞升了？我以后怎么样跟你无关，你还是管好自己吧。被天井拉黑了，以后在这个行业谁还敢要你？苏婉晴就算嫁进豪门又怎样？她的软肋，我手里多的是。你去把苏婉晴亲生母亲的住址查出来，我亲自会会她。是。你找谁？你就是苏婉晴的亲生母亲吧？我有事找你。我不认识什么苏婉晴，你走。阿姨，您别急，您的女儿苏婉晴现在可出息了，嫁给了云景集团 CEO 傅云景，妥妥的嫁入顶级豪门，一步登天。
真的嫁了有钱人，那她怎么这么多年也不来找我？可不是嘛，她住着豪宅，穿着名牌，早把您这个亲妈抛到脑后了。您辛辛苦苦生她一场，她吃香喝辣，您却过得这么寒酸，这也太不应该了。好啊，苏婉晴，我当初是没怎么管她，可她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现在发达了就想甩开我，做梦！阿姨，这是她现在住的地方，您只管去找她。凭您是亲妈的身份，傅家要脸面，不敢把您怎么着。您该拿的钱一分不会少。好嘞，行，我倒要去问问这个白眼狼。刘梅贪财又好赌，一身债，正好拿捏苏婉晴。傅家最要脸面，早晚得把她踢走。女士，您找谁？没有业主与外备，不能进。我找我女儿苏婉晴，她就住这儿。我是她亲妈，你赶紧放我进去。不管您是什么身份，没有业主答应，一律不能放行。您还是联系业主本人吧。今天见不到人，我就绝不走。苏婉晴，你可算回来了，我在这等了你老半天了。你怎么会来这里？你说我怎么在这儿？我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养你到10几岁，现在你日子倒是过得滋润，把我这个亲妈晾在一边，连门都不让我进，你还是人吗？你把我养到10几岁，你忘了我10岁之后是谁在养我？是奶奶。你拿了家里所有的钱，说走就走，这些年你管过我吗？那时候我也有难处，我一个女人拉扯你多不容易。再说了，生恩大于天，没有我哪有你？你现在发达了，嫁了个有钱老公，给我点养老钱怎么了？什么天景集团 CEO？ 我老公就是个普通人，还背着几百万外债要还，哪里来的钱？难道那个女人骗了我？不对呀，你都住得起这么高档的小区，怎么可能嫁个穷人？这套房子是贷款买的，你别再胡乱造谣。到底是谁让你来找我的？苏婉晴，你要是敢骗我，我跟你没完！刘梅到底为什么突然来找我，还说这么一堆莫名其妙的话？正好晚上要约云锦吃饭，问问吧。看苏婉晴这副样子，也不像是装的。难道她真知道傅云锦的身份？不行，我得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帮我去查一查傅云锦和苏婉晴是怎么认识的，两人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怎么是你？真浪漫啊！鲜花、红酒、烛光牛排，还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看来今晚的约会你花了不少心思。你到底想干什么，蒋元？我来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相。你真以为傅云锦是你认识的那样，是个负债累累的穷小子？什么意思啊？苏婉晴，你从头到尾都被他骗得团团转。傅云锦其实是天景集团真正掌权人，天景的 CEO。不可能，天景集团的总裁怎么会是他？他低调到全公司除了顶层高管，没人知道他是谁。装穷、装负债、装普通人，全是在演戏骗你。你不过是他一时兴趣的玩具罢了。云锦为什么要这么做？傅云锦就不是真心喜欢你的，不然怎么会骗你？更何况他高高在上，身价亿万，你一个普通人根本配不上他。够了！不仅如此，骗你的还有那3个小孩，傅老夫人、傅老爷子，你就像一条狗被他们耍得团团转。你还记得大雪场全国航空设计大赛吗？你熬了半年的参赛作品，本来稳拿金奖，保送名额，还有顶级企业的直通 offer，
你提这个干什么？那场比赛的最终审批权就在傅云锦的集团手里，是他亲手压下你的作品，篡改评分，抹掉你的名次，让你辛辛苦苦的心血白白作废。是傅云锦，他做的。不然你以为凭你的实力怎么会无名无次？从头到尾，他都在眼睁睁看着你为生计奔波，为梦想遗憾，一直在看你的笑话。怪不得我能住上豪宅，傅云锦能随意进出天境，他什么都懂。原来我一直活在他编织的骗局。你要是不信的话，等会儿傅云锦来了，你再问问他。苏婉晴，我曾经是你的闺蜜，知道你最讨厌的就是被别人背叛。你也不是视财如命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原谅傅云锦。想不开的话，还是离婚吧。哼。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了，苏苏？傅云锦，坐下，我们谈谈吧。难不成，苏苏，我有话想跟你说。我先说。好。傅云锦，副机长，副 CEO， 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苏苏，我不是故意。不是故意的，你装穷、装普通、装负债，骗了我这么久。我最恨欺骗，最恨被人当傻子耍，你全都做了。我知道是我的问题，我一直想告诉你，可我怕你离开我，我怕你嫌我身份，嫌我复杂，我不敢说。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大学航空设计大赛是你亲手压下我的作品，毁掉我一辈子的梦想和机会。这事我都记不清了，我也不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时间调查一下。傅云整，不管怎么样，我暂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我们还是分开吧。苏苏，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甚至同生共死过。但终究，我还是把他弄丢了。副总，现在不是消沉的时候。他现在不肯听我任何解释，认定我欺骗他，毁了他。您瞒得太久了，换谁都会受不了。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一点点去挽回。是吗？这样有用吗？苏小姐心里还是有您的，她现在肯定也跟你一样很挣扎。你们的感情说不定也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你说的对，错全在我，不管都要把她哄回来。另外，去查清楚苏苏当年大学的航空设计大赛和我们天锦集团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婉晴，别再喝了，你已经喝了不少了。李玉，你知道吗？我最恨别人骗我，可他从头到尾全是假的。事情也许还有隐情，你别这么快下结论。隐情？我像个傻子一样，天天省吃俭用，替他还债，替他操心。你说他是不是在背后笑我？婉晴，你冷静一点。他骗你是不对，但他对你的好是不是假的，你心里不清楚吗？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很乱。你说要离婚是真的想好了吗？离就离，他欠我的我一样都不会少要。你看，你嘴上说的很，可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那我该怎么想？他骗了我那么久，我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吗？你有资格生气，好好资格难过。等冷静下来，你们之间那些日子到底是骗局多还是真心多？你说我会好好想想的，这就对了，别跟自己过不去。骗了我，可我连恨你都恨不彻底，你那些笨样子我都记得。苏苏，你真的要走啊？我不走，要走的人是你。你走吧，这个行李箱装的是你的东西。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所有财产我全都转给你，我什么都不要，只求你别离开我。我现在没法面对你，你走还是我走，你选一个。别，爹地妈咪，你们是不是要分开了？我们不要你们分开，不要，不要。虽然这3个孩子也骗了我，但他们终究还小，哪里懂大人的事。宝贝们，要是爹地妈咪分开，你们跟着爹地走好不好？爹地能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我们不要跟爹地
Daddy 走，我们要妈咪。如果一定要选一个 ，Daddy 走吧。对，我们要跟着妈咪。你们都不要爹地了吗？爹地坏，惹妈咪难过了。你要出去反省，反省好了才能回来。物业叔叔，麻烦把我爹地请出去，不要让他欺负我妈咪。傅先生，麻烦您配合一下。苏苏，我不会放弃的，我等你原谅我。爹地拜拜，妈咪不让你回来，你就不能回来。哎，臭小子，也不知道帮爹地说说话。婉晴，最近还好吗？咱们大学筹备了一场老同学聚会，很多往届同学都会来，老师特意给你留了位置，你抽空过来参加一下。老师，我最近事情有点多。老师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当年大赛的事儿我一直替你可惜，就当出来放松散心，回来见见老同学，好不好？老师也想见见你了。好，老师，我会准时过去的。什么都晚了。副总，您少喝点酒吧，身体要紧。我跟着您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您这样消沉失态过。你别管我了。副总，我刚刚收到消息，苏小姐的大学导师组织了一场老同学聚会，苏小姐已经答应出席了，就在后天。您要不要过去一趟？不去。她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人就是我，我去了只会让她更反感。副总，当年大学航空设计大赛的真相，我全部查清楚了。说，当年苏小姐作品质量稳居第一，是蒋岩买通赛事人员，将她的原稿调包成废稿。天井终审只核证最终稿件，依规淘汰。您全程不知情，从未打压过她的作品。原来是蒋元一手策划的，故意让苏苏误会我，让我背黑锅。所有证据、工作人员证词、调换记录，我全部整理齐全了。这些证据全部收好。同学会那天，我必须去。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还给苏苏清白。老师好。好久不见，婉晴，越来越漂亮了。哟，这不是咱们当年学霸苏婉晴吗？好久没见，居然也来了。可不是嘛，当年多厉害啊，全班第一，天赋最高，谁不看好他拿大奖进大公司？结果呢，连个名次都没有，也太可惜了吧。我有没有实力，大家心里都清楚。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找借口。蒋元，好久不见，你现在也太成功了吧，这身衣服就得好几百万吧？不愧是我们班混得最好的，事业风生水起，气质越来越好了。蒋岩，以后可得多带带我们，多跟你讨教讨教经验。刚才远远听到大家在聊当年的设计大赛，说来真是可惜。可惜什么？你当年天赋是不错，就是心气太急，作品出问题才落榜。不过输了就是输了，别老提了。是你们先旧事重提，怎么反倒成了我揪着过去不放？你在这里嘴硬辩解什么？何必让当年的老师、同学跟着你一起难堪？我从不找人难堪，
倒是你很喜欢当众演戏。这是你欠我的。苏婉晴，你故意的，你就是输不起。我只是以牙还牙罢了。住手！云景，看蒋媛这样，莫非这是她的老公？听说她老公是那个谁？云景集团的 CEO， 傅先生特意来给她撑场面的吧？松手！我们早就离婚了，你没跟别人说过。同样的事，别让我说第二遍。傅云景，你非要这么羞辱我？今天我过来，不是为任何人，只为苏婉晴。你怎么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件事我说一下。当年全国航空设计大赛，苏婉熙原稿评分全系第一，本该稳拿金奖，是蒋岩私下贿赂工作人员，恶意调包他的参赛原稿，用残缺废稿替换上交，才导致他无辜落榜，错失前。傅云景，我的人还没人有资格能够随意诋毁欺负。今日我天景集团正是为苏婉晴铲清所有污名，当年的荣誉本就该属于她。蒋岩，立刻跟苏婉晴道歉。对不起。苏苏，这件事我也有错，我为当年的事跟你道歉。苏苏，对不起。道歉也没有用，当年的事也回不去了。苏苏，苏苏，能不能别躲开我？傅云珍，我没躲你，我只是没法面对你。比起现在的你，我还是宁愿要以前那个普通、没身份却对我毫无隐瞒的你。苏苏，我们聊聊可以吗？还有什么好聊的？你骗了我那么久，我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吗？你有，你骂我也好，打我也好，都行。但别就这么走了，我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我现在心里好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嘴上明明还在生气，可看着他不顾一切护着我，心里又忍不住动摇，想推开又舍不得，想原谅那道坎又过不去。那我等你，等你理清楚。我不催你，也不逼你，但你别躲着我，行吗？好烫！妈咪额头好烫！不行，妈咪好像发烧了，我们快叫爹地过来，送妈咪去医院。爹咪，妈咪好像生病了，你赶紧过来送她去医院。你们先照顾好妈咪，我马上到。
怎么烫成这样？爹地马上送妈咪去医院。这孩子肯定是最近心事太重，累坏身体了。我来照顾婉晴吧。奶奶，您年纪大了，我来照顾她就好，您放心。云景，我有话跟你说。奶奶，你说。云景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出不对劲儿了，所以婉晴才私下跟我提了。对不起，奶奶。婉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她从小是孤儿，爸爸去世的早，妈妈又改嫁了，我给她带大的。她性子看似坚韧，心里最缺安全感，也最忌讳别人骗她。你这次真的伤透她的心了。我知道，是我不好，我不该瞒着她骗她，让她受了这么多委屈。我会尽力补偿她的。醒啦，感觉好点没？奶奶看云景这孩子是真心在乎你，心疼你的。可是奶奶，他骗了我很久，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我没办法面对他。奶奶都懂，你这孩子从小就要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骗。可是婉晴啊，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犯糊涂的时候？关键是看他是不是真心悔过。奶奶，我再想想。婉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顾虑？奶奶，他是什么身份？天景集团的 CEO， 身家亿万。我呢，一个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普通女人。我觉得我们之间差得太远了。傻孩子，感情这事儿啊，从来不分什么身份高低，有钱没钱。他对你是不是真心，你自己心里最清楚。那些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哪比得上一颗真心贵重？妈咪，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了？妈咪，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妈咪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没事哦，妈咪，我们给你准备了大惊喜，妈咪肯定会喜欢的。哪个女孩子不喜欢惊喜呢？好哦。你们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什么？可以睁眼了，妈咪。你们这是？苏苏，隐瞒身份骗了你，是我的错。当初不敢坦白，也是怕我的身家背景会让你疏远我。我会为你补办一场盛大婚礼，并以天景集团总裁的身份向你保证，往后事事坦白，绝无隐瞒。苏苏，原谅我，好吗？妈咪，快答应爹爹，我们想要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妈咪，爹地这次真的知得到错了，他会改的，你就相信他一次吧。妈咪，爹地在一起。你的道歉我收到了，但我还没想好，需要再考虑考虑。没关系，我不逼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爹地加油，不要放弃！爹地，你再不好好表现，我们真的不要你啦！你小子，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妈咪保护我！不管多久，我一定会等到你回头。婉晴，这边有一趟紧急国际航班，
人员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由你跟组执行飞行任务，今天下午出发。好的，总监，我没问题，我随时可以上岗。奶奶，我今天要飞一趟国际航班，要在外停留1晚，3个孩子就辛苦您帮忙照看一下，麻烦您了。我知道了，奶奶。Gunfire! Run! 别愣着，蹲下！就差那么一点，躺在地上的就是我了。我要是真出事了，3个宝贝怎么办？还有傅云锦，我们还没和好，他该多遗憾，多难过。原来是我根本放不下他们。今日海外国际机场发生暴力枪击事件，多名华人机组工作人员遇袭，现场存在人员伤亡，具体名单暂未公布。林特助，立刻给我查刚刚出事的海外航班是哪一班。好的，副总。副总，是苏小姐乘坐的那一班。立刻帮我订最快飞过去的机票，我现在马上要过去。好，副总。The Chinese flight crew from the airport shooting. Is there a girl named Su Wanting? Tell me where she is. Sir, we're treating patients. Please calm down. 苏苏手臂上也有一颗这样的心痣。苏苏，是你，真的是你吗？苏苏，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弥补你，还没来得及求你原谅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一场婚礼，你怎么能出事 ？Sir, please step back. 苏苏，你理理我好吗？我是云景啊！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傅云景，你怎么在这儿？婉晴，我没事。我在呢，别怕。你吓死我了！这次航班有不少同事受了伤，我留下来帮医护人员照料他们，所以才来了医院，让你担心了。还好，你没事就好。意外发生的时候，我脑子里全是你和孩子们。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是我生命里缺一不可的存在。以后再也不分开了。你在我心里也是独一无二、最重要的存在。所以，苏苏，你是不是愿意原谅我了？爹地妈咪终于和好了，我们又是一家人了。爹爹，这次可要好好表现，别再惹妈咪生气了。好了好了，你们解开心结就好，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奶奶，您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让婉晴受一点委屈。最新重磅消息，国内顶尖企业云景集团 CEO 傅云景正式官宣婚讯，将为妻子苏婉晴补办一场全程瞩目、
公开盛大的豪华婚礼。苏婉晴，我绝不会让你如愿，我得不到的，谁都别想得到。我找苏婉晴要点钱，她却1分钱都不肯给我，还骗我嫁给了个穷光蛋。看来我早早把她抛弃，果然是没错的，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阿姨，既然好好商量行不通，那我们就换个法子，彻底毁掉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你有什么办法尽管说，我都配合。你约他出来，我找人把他名声搞臭，让傅家嫌弃他，赶走他。没了傅家这个靠山，他还不是任我们拿捏？事成之后给你100万，够你下半辈子了。可这是犯法的，万一他们报警，我们岂不是要出事？怕什么？她是你亲闺女，就算出了事儿，她能忍心送你进去？等傅家把她扫地出门，她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跟咱们较劲儿？喂，是我婉晴，妈知道错了，之前是妈太贪心，太过分了。我想当面跟你道歉，请你吃顿饭，你能不能过来一趟？不必了，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说的。妈是真心悔过了，这次我不光跟你道歉，我还想当面跟奶奶赔罪。就这一次，你就过来好不好？他说要跟奶奶道歉，难不成是真的诚心悔过了？妈妈别走，别丢下晴晴。妹妹啊，算妈求你了，别拿走全部积蓄，家里还要过日子，孩子也不能没有妈。我才不要带着你们俩拖油瓶受苦受累。行，我会过去的。人呢？怎么不在？苏婉晴，你可真够能耐的，骨子里就是个贱丫头，也配飞上枝头嫁入顶级豪门？我真是傻，竟然相信你会给我和奶奶道歉。苏婉晴，今天我要录下你的不雅视频，发给傅云锦看，让你身败名裂，我看他还要不要你。这是违法的，你如果再不停手，我就报警了。要么你现在让傅云锦给我200万，我放你走；要么我就毁了你，咱们鱼死网破。为了钱，你连我都绑架？少废话，快点！好，我答应你，让傅云锦送钱过来，你别乱来。你手机在哪儿？包里。I'm in danger. Bring 2 million cash and come rescue me. 什么？你等我。你叽里咕噜说的什么东西？竟然敢给我耍花招！放心，我已经都交代好了。钱带来了，先把他放开，让他走。把箱子给我踢过来。你说话不算话！对于你们这种人，只能用这种招数。
怕，有我在，没人能伤你分毫。警方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副总，刘梅已经全部招供，一口咬定整件事都是蒋岩在幕后策划，指使他做的。但目前缺少实质性证据，暂时无法抓捕起诉蒋岩，只能将他暂时释放。我就知道，果然是他在背后搞鬼。别太激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别牵动伤口。这件事千万不要让3个孩子知道，别让他们担心。这几天就对外说我临时出差了，避免他们起疑。我知道，我会安排好的。小雨，你最近怎么老是流鼻血？是不是最近天气太干，你上火了？我不知道，哥，我身体没有不舒服，应该没事的。小雨，你醒醒！怎么回事？小雨怎么了？妈咪，妹妹刚刚又流鼻血了，突然就晕倒了。别怕，妈咪在呢，一定会没事的。家长做好心理准备，孩子确诊为急性白血病，目前病情严重，必须立刻住院干预治疗，尽快找到适配骨髓进行移植。什么？别慌，我们全都去配型，总会找到相合骨髓，小雨一定能挺过去。最终配型报告出来了，3位全部配型失败，无一匹配。蒋元，你来干什么？云锦，我刚听说小雨病了，毕竟她是我的孩子，我肯定也难受。我可以去做配型，说不定能帮上忙。万一能配对得上呢？小雨的病能多一分希望治好。行。傅云锦，我已经做过配型，我的骨髓和傅小雨完全匹配，可以救她的命。直说吧，你想要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你立刻和苏婉晴离婚，公开官销娶我。只要你答应娶我，我立刻手术救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等你的消息，看看小雨耗不耗得起吧。全程征集和小雨骨髓匹配的捐献者，附加出资1亿酬谢。另外核验蒋岩这份配型报告真假。妈咪，我会死吗？看医生说我这个病好像很严重。不会的，小雨会陪妈咪一辈子。妈咪，你给我讲睡前故事吧。好。从前啊，有一座神奇的城堡。小雨睡着了。老公，小雨很乖，我问她难不难受，她也说不难受。可我看她这么化疗，肯定很痛苦。苏苏，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已经有人报名跟小雨骨髓配型了，快的明天就能出结果了。真的？真的。那蒋元和小雨的配型怎么样？还没出，在等呢。苏苏，你先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小雨。好。妈咪，小雨会没事的吧？小雨福大命大，肯定没事。姐姐会好。小雪，
姐姐会好起来的，别哭了。调查的怎么样了？副总，蒋媛和小雨小姐的骨髓配型鉴定报告，单看纸面数据没有任何破绽，结果显示二人配型成功。这样，那蒋媛没有骗我，她确实是现在唯一能跟小雨配得上型的人。但我核查记录时发现，当天医院做这份专项鉴定时，监控设备刚好损坏，时间太过巧合，绝对不是意外。继续查。你的鉴定报告我很感兴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实交代。当天蒋媛配型鉴定时，监控为什么恰好全部坏掉？那个报告到底是真是假？副总，所有流程都是正规的，报告绝对真实，监控损坏纯属设备老化意外，我们也没办法。设备老化，整个鉴定中心全套监控同一秒全部老化损坏，你觉得这种说辞我会信？副总，事实如此，我也不敢说谎。隐瞒实情，伪造医疗报告，草菅人命，足够让你和整个鉴定中心彻底查封追责。拿一个孩子的性命做赌注，步步算计，肆意要挟。蒋媛，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副总，这份是原始鉴定文件，我主动上交，希望能酌情减轻处罚。怎么会？云锦，你终于想通了。所有事情我全部查清了。你贿赂鉴定中心，伪造骨髓配型报告，销毁监控证据，拿我女儿的性命要挟我，你真以为能瞒天过海一辈子？就算报告是假的又如何？我和小雨配不上型，你们一家人不也同样配不上？你最可笑的根本不是造假报告，而是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你根本不是3个孩子的亲生母亲！你胡说八道什么？鉴定中心的原始报告我已经亲眼看过了，你的血型、基因配型完全跟小雨对不上。告诉我，孩子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你既然这么有本事，那就自己去查。蒋媛，本来今天来找你是看在你是孩子的生母情况下，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没想到你还是这样死性不改。通知警方，全力收集蒋媛的全部犯罪证据，立刻立案处理。是，副总。傅云琛已经识破我的谎话，眼下只有除掉苏婉晴，这个秘密才能彻底被瞒住。小雨吃不惯医院的饭菜，我得赶紧给她送过去。医生，里面的病人情况怎么样？伤势严重吗？有没有生命危险？患者身受严重外伤，失血过多，已经引发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全力抢救。副总，方才我们调取血库备血时，紧急比对了医院患者的血型和基因数据，有重大发现。苏小姐的血型与基因序列和您的女儿小雨完全吻合，高度匹配。你这什么意思啊？苏小姐是孩子的亲生母亲。真的是她，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她。那她呢？人怎么样？副总，您先放宽心，苏小姐送医及时，抢救顺利，后续只需安心静养恢复即可。那就好，没事就好。蒋女士，你因涉及刑事案件，证据确凿，跟我们走一趟。苏苏，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没事了吗？没事了，手术很成功，现在彻底脱离危险了。苏苏，有件事我得亲口告诉你，我也才是刚知道，小风、小雨、小雪3个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不可能，
我之前有偷偷去验过 DNA， 报告显示我们根本不匹配。你上次做的是私人匿名鉴定，不入公立基因库，被蒋元买通人员调包了假报告。这次医院启动国家级紧急基因比对，无法篡改，实锤了你是孩子生母，蒋元也已认罪伏法。所以，我一直心疼，一直照顾的3个孩子，真的是我生的。是你。不哭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傅先生，手术很成功，骨髓移植完全适配，没有出现任何排异风险。病人的病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只要后续静养，就能彻底康复。太好了！被告人蒋岩，经查你涉嫌蓄意谋害他人性命、收买医护偷换亲子关系、伪造医疗报告、策划绑架勒索等多项重罪，证据确凿，罪名叠加。你还有何辩解？我只是想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我有错吗？被告人蒋岩数罪并罚，情节恶劣，当庭判处长期有期徒刑，即刻收监入狱。总算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婉晴，我来了。我等你好久了。真好，真好啊！爹地好帅，妈咪好漂亮啊！来啦，这下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喽！爹地妈咪永远在一起。我这辈子只认你。油嘴滑舌。